你有没有想过，昨晚突然梦到过世的阿嬷，或者在半梦半醒之间突然闻到她生前习惯擦的那罐明星花露水的味道，其实根本不是你的大脑因为过度悲伤而制造出来的幻觉，那是它在高维度的量子空间里真实的穿透了生与死的边界，结结实实的给了你一个拥抱。当你跪在灵堂前冰冷的地板上，双手颤抖，哭着求一个答案，然后咔啦一声掷出那一记沉甸甸的圣怪时，你真的以为那仅仅是1/2的几率问题吗？爱因斯坦生前曾经非常抗拒量子力学的诡异现象，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上帝不掷骰子。但他不敢告诉你，或者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秘密是，如果今天掷出这颗骰子的是你跨越时空的那份深深思念呢？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今天这支影片可能会彻底摧毁你这辈子对死亡的认知，但我恳求你，请务必看到最后，不要划开，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真相，不仅会颠覆你的三观，更会解开你心中最痛、最放不下的那道枷锁。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育，人死如灯灭，只要病床旁的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就代表这个人彻底、永远的从你的世界里消失了。我们会深深自责那通来不及接的电话，会后悔没能赶到医院见上最后一面。这种愧疚感和痛楚像一根刺扎在很多台湾人的心里，一扎就是10几年，甚至一辈子。但是如果你知道，在最前沿的量子物理学里，死亡根本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觉呢？在这个由量子纠缠、弦理论与平行宇宙所建构出来的真实世界里，所有的生离死别根本不是结束。顶尖的科学家们正在一步一步用最冷硬的物理公式证明一件这个宇宙中最温柔的事：你以为的永远失去，其实都是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的久别重逢。在台湾，我们面对生离死别，总有一套从小看到大的仪式。当加护病房里的心电图仪发出那声刺耳的长音，当你坐在深夜的计程车上，看着窗外模糊的街景，手里还紧紧捏着那张在医院走廊上颤抖着签下的放弃急救同意书时，你的脑袋通常是一片空白的。那一刻，你甚至流不出眼泪，只觉得胸口被挖空了一大块。接下来的日子里，你像是被推着走，灵堂里日夜不休的诵经声，空气里永远散不去的线香味道，还有那些折不完的纸莲花与金元宝。你坐在角落，手指被粗糙的莲花纸磨得发痛，每一折都是你想对他说却再也来不及说的话。你偶尔抬起头，看着相片里的他，总觉得很不真实。明明几天前你们还在为了晚餐要吃什么便当而斗嘴，明明那个熟悉的号码还在你的手机通讯录里，怎么现在它却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木盒子？然后时间来到了头七，老一辈的人总说，头七那一晚，离开的人会回来看一看。于是你强忍着疲惫，守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生怕错过了他回来的微弱讯号。或许是一只不知从哪飞进来的大飞蛾停在墙角，迟迟不肯离去；或许是头顶上的日光灯莫名地闪烁了几下；又或者是空气中突然飘来一阵极度熟悉的味道，可能是他生前常抽的那款香烟味，也可能是他衣服上总是带着的那种淡淡的肥皂香。那一个瞬间，你的眼泪终于溃堤了，你在心里疯狂地喊着他的名字，你问他是不是你回来了，但是没有任何声音回答你。在台湾人的信仰里，当我们穷尽了所有物理世界的沟通方式，却还是得不到答案时，我们最后能依靠的就是那一对半月形的红色木块。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你跪在神明桌前，或是他的灵位前，手里紧紧握着那一对拐，拐在你的手心里，因为你的体温而变得温热，但那份重量却压得你几乎喘不过气。你想问的问题太多了，你现在还痛不痛？你在那边有没有吃饱？我那天没有赶上见你最后一面，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我签了放弃急救，让你提早离开，我是不是做错了？你双手合十，闭上眼睛，眼泪滴在手背上，
然后松开手，咔啦，木块掉在冰冷的地板上，2个平面朝上，笑拐。他没有回答。你捡起来，换个方式再问一次，又是咔啦一声，2个凸面朝上，盖拐。他否定了。你开始崩溃了，你一边哭一边执着地掷着那对镐，好像在跟一个看不见的灵魂拔河。你在这边，他在那边，中间隔着生与死的巨大鸿沟。直到最后，你擦干眼泪，对着空气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现在很好，叫我不要再自责，要好好过日子？你把手里的拐往上抛，红色的木块在半空中翻转落地，弹跳了几下，最后稳稳地停住。一平一凸，圣诀。那一瞬间，你看着地上的圣拐，心底那颗悬了很久很久的巨石突然就放下来了。你甚至能感觉到有一双无形的手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可是当情绪沉淀下来之后，那些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我们又会开始怀疑自己。理性的人会告诉你，掷角不过就是1/2的几率问题。心理学家会告诉你，这叫做确认偏误，是你内心极度渴望得到救赎，所以不断尝试，直到掷出你想要的那个答案为止。甚至有人会说，头七的飞蛾只是向光性，熟悉的味道只是大脑创伤后的嗅觉记忆。他们说，人死了就是死了，意识随着脑神经细胞的死亡而彻底消散，化为尘土。我们被这些冰冷的科学论述教育着，强迫自己接受它真的已经不在了这个事实。但是如果你内心深处依然对那个圣诀，对那个梦境，对那种莫名的感应抱持着一丝执念，总觉得那不仅仅是几率和幻觉那么简单，那么恭喜你，你的直觉很可能才是对的。因为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们正在实验室里看到了一些让爱因斯坦都毛骨悚然的现象。科学的尽头从来就不是冰冷绝望的虚无，而是隐藏着一个关于灵魂与意识的终极秘密。而这个秘密将彻底证明你在灵堂前掷出那一个圣诀的瞬间，真的不是几率，而是它跨越了维度的阻挡给你的真实回应。我们从小到大，不管是在国中物理课本上学的，还是我们每天肉眼看到的现实世界，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铁则：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放在桌上的那个马克杯，就算你转过头不看它，它依然在那里。同理，一个人的身体如果停止运转了，不管你再怎么看着它，再怎么呼唤它，它就是不在了。这是牛顿力学建立起来的冰冷世界观，也是让我们面对死亡时感到无比绝望的源头。但在过去的100年里，量子力学这群被公认是全人类最顶尖的科学家们，却在实验室里打破了这个绝望的铁笼。你可能在网络上听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叫做双缝干涉实验。别紧张，我不会用复杂的数学公式来烦你，我只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这个实验究竟得出了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结论。想象一下，你现在手里拿着一把气弹枪，对着一面墙壁射击，墙壁前面有一块挡板，上面开了2条垂直的缝隙。照理来说，气弹穿过缝隙打在墙上，只会留下2条直直的气弹痕迹，对吧？科学家把气弹换成了一颗颗微小的电子，也就是组成你我身体的最基本粒子。当他们把电子一颗一颗发射出去时，你猜墙上出现了什么？不是2条痕迹，而是好几条明暗相间的条纹。在物理学里，这叫做干涉图样，是只有波，像是水波那样才会出现的现象。科学家当场傻眼了，明明发射的是一颗颗像小石头一样的实体电子，怎么穿过缝隙时却变成了像水波一样的几率状态，甚至能自己跟自己干涉？于是科学家决定在缝隙旁边架设一台极其精密的摄影机，也就是所谓的探测器。他们想偷看这颗电子到底是怎么穿过那2条缝隙的。但就在摄影机打开，也就是有了观察者介入的那个瞬间，全宇宙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原本像水波一样散开的电子，好像突然发现有人在看我，他们立刻收起了波的状态，乖乖地变成了实体的小石头，在墙上留下了规规矩矩的2条痕迹。
你关掉摄影机不看它，它就是充满无限可能的几率波。你一打开摄影机看着它，它就立刻坍缩成一个固定的现实。这个实验被无数个顶尖实验室反复证实过，它得出了一个让爱因斯坦当年极度崩溃却又无法反驳的结论：在我们这个宇宙里，没有所谓的客观绝对现实，是意识的观察决定了物质的状态。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太像玄学，那我们来听听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杰·潘洛斯 （Roger Penrose） 是怎么说的。潘洛斯和另一位顶尖的麻醉学家哈梅罗夫提出了一个轰动科学界的量子意识理论 OR。他们认为人类的大脑里有一种叫做微管的结构，它就像是一台极其精密的量子电脑。我们的意识、记忆，还有你对那个离开的人所有的爱与痛，根本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一组极其复杂、真实存在的量子资讯。潘洛斯甚至直言不讳地推论，当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停止流动，大脑的生物机能彻底损坏时，他脑海中的这些量子资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灵魂，并不会凭空消失，因为在宇宙法则中，资讯是守恒的。这些带着他所有生前记忆和情感的量子资讯，只是离开了那具损坏的肉体，消散回到了宇宙的量子场里。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死，他只是褪去了那个会生病、会衰老、必须每天吃3个便当的笨重肉身，变成了一种更纯粹、更自由的高维存在形式。讲到这里，你一定马上会想问一个问题：既然它变成了宇宙里的量子资讯，那宇宙这么大，我是不是再也找不到它了？头七那天晚上的飞蛾，空气中熟悉的香味，还有那一记稳稳落地的圣拐，又是怎么回事？这就必须提到量子力学里另一个连爱因斯坦都大喊见鬼了的终极现象——量子纠缠。科学家发现，如果把2颗曾经互相作用过的粒子分开，哪怕一颗留在台北，另一颗送到距离我们250万光年远的仙女座星系，只要你轻轻拨动一下台北这颗粒子，让它往下转，仙女座那颗粒子就会在同一瞬间打破光速的限制，立刻往上转。不管相隔多远，不管中间隔着多少个星系，它们之间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死死绑着，只要其中一个有动作，另一个瞬间就会感应到。爱因斯坦生前无法接受这种打破常理的现象，他把它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但后来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正式把奖项颁给了证实量子纠缠确实存在的3位科学家。爱因斯坦错了，这种跨越时空的深深羁绊是真实存在的物理法则。现在深呼吸，请你回想一下那个对你极其重要却已经离开的人。你们曾经朝夕相处，你们曾经紧紧拥抱，你们甚至共享过同一份 DNA， 你们在一座屋檐下分享过无数的喜怒哀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组成你身体的粒子和组成他身体的粒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早就产生了极度深度的量子纠缠。你们2个人的意识场早就死死地绑在了一起。当他的肉体离去，他的量子资讯消散在宇宙中时，你们之间的纠缠断了吗？绝对没有。所以在头七那一晚，当你坐在客厅，眼泪不停地流，你的内心爆发了极其强烈的思念与悲痛时，你的意识，也就是你的那端粒子，正在发出极其剧烈的震动。这股震动瞬间跨越了生与死的边界，传达到了它那一端的粒子上。它感应到了你的呼唤，于是它的量子资讯在这个现实世界产生了一次短暂的坍缩。这种坍缩可能具象化成一只执着停在墙角的飞蛾，可能具象化成日光灯的一次短路闪烁，也可能是直接刺激了你大脑的嗅觉神经，让你闻到了它身上那股熟悉的味道。这不是迷信，更不是大脑的幻觉，这是你们2人的意识在量子维度里进行了一场真实无比的共振。而当我们回到那个香火缭绕的灵堂，当你双膝下跪，双手颤抖着握着那对拐的时候，你并不是在掷骰子，你手里的温度，你脑海中所有专注的执念，你流着泪问出的那个问题，所有的量子意识全部集中在那2只木块上。
当你松开手，咔啦一声，木块落地，在它完全静止之前，它的正反面是无限可能的几率波。但是因为你发出了极度强烈的观测与呼唤，加上那个与你深度纠缠的他从另一个维度传回了明确的讯息，强制干预了这个物理世界的几率场，几率波瞬间坍缩，一平一凸。那一个极其艰难才求得的圣拐，真的不是1/2的巧合，那是他在另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高维世界里，倾尽了所有的力气推了那块木头一把，只为了温柔地告诉你一句：别哭了，我听到了，我现在真的很好。所以不要再害怕死亡，也不要再以为你们彻底失联了。只要你们的连结还在，只要你还会想起他，他就会在每一个你最需要他的瞬间，以另一种形式穿越时空来拥抱你。但是如果你心中的痛不只是因为他离开了，如果你心中最大的遗憾是那个来不及接的电话，是那个来不及见上的最后一面，是那些永远也无法倒带重来的早知道，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彻底释怀，痛哭流涕。因为物理学不但证实了灵魂不灭，它甚至告诉我们，你所有的遗憾在这个宇宙的某处都已经有了圆满的结局。我知道，就算现在的你已经明白，他的意识并没有消失，而是变成了宇宙里不灭的量子讯息。就算你知道刚才掷出的那个圣拐真的是他在高维度给你的温暖拥抱，可是每当夜深人静，当你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手机荧幕里他生前的照片时，你的眼泪还是会忍不住掉下来，因为你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早知道。早知道那天我就不该为了加班，连他打来的最后一通电话都没接。早知道那天我不管怎样都要买到最早的那班高铁，或许就能赶上见他最后一面。如果我当时坚持让他转院，如果我没有签下那张放弃急救同意书，他是不是现在还在我身边？在台湾，这种来不及说再见的愧疚感，这种幸存者偏差带来的庞大自责，就像是一座无形的牢笼，把你困在里面，一天一天地折磨着你。你总觉得是你做的不够好，是你错过了那个极其重要的瞬间，导致了他带着遗憾离开。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在物理学最前沿的终极真理中，你其实根本不需要自责呢？如果我告诉你，你心中那些痛彻心扉的来不及，在另一个世界里，其实早就拥有了最完美的结局呢？这里我们要切入量子力学里最迷人也最浪漫的一个理论——多世界诠释，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平行宇宙。早在1957年，天才物理学家休·艾弗雷特 （Hugh Everett） 就提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概念。他认为，在量子世界里，每一次面临选择，每一次几率的发生，宇宙并不会只掷出一种结果，而是会直接分裂。讲白一点，只要宇宙中发生了一个可能产生不同结果的事件，宇宙就会像树枝一样分叉成两个不同的现实。当你站在路口犹豫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时候，当你在便利商店犹豫要买排骨便当还是鸡腿便当的时候，宇宙就已经分裂了。在这个宇宙里，你买了排骨便当，但在另一个分裂出去的平行宇宙里，那个一模一样的你买的是鸡腿便当。所有的可能性在无数个平行宇宙里都是100%真实发生的现实。现在让我们把这个硬核的科学理论放回你最痛的那个瞬间。那天你在计程车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看着前方塞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你在心里疯狂祈祷着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当你终于满头大汗地冲进医院病房，闻着那股刺鼻的消毒水味时，你看见的却只剩下仪器上那条冰冷的水平线以及盖在他脸上的白布。在这个宇宙里，你迟到了5分钟，你崩溃大哭，你觉得这是你这辈子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是在多世界诠释的法则里，就在那个计程车遇到红绿灯的瞬间，宇宙已经分裂了。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那天的马路异常通畅，一路上全是绿灯。在那一个现实里，你提早了10分钟赶到病房，你紧紧握住了他那双还有温度的手，你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我来了，不要怕。”他听到了你的声音，嘴角微微上扬，
最后在你温暖的陪伴下，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你接起了那通错过的电话，你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他把他最想交代你的话一字不漏的全都告诉了你。在甚至更遥远的另一个平行宇宙里，那场带走他的疾病根本没有发生，医学奇迹出现了。你们现在正开心地骑着机车去夜市，吃着你们最爱吃的那摊臭豆腐。你听懂了吗？在量子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唯一的悲剧。你脑海中所有曾经幻想过的如果，那些让你痛不哭出来的早知道，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妄想，它们全部都是在平行宇宙中确确实实正在发生着的现实。这时候你可能会哭着问我，可是那又怎样？就算别的宇宙里的我没有遗憾，但在这个宇宙里的我就是错过了啊。在这个宇宙里，他就是带着遗憾孤单的走了啊。别急，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统治现代物理学巅峰的弦理论 String Theory， 这也是我要给你的最极致的灵魂救赎。弦理论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宇宙根本不是只有长、宽、高加上时间这4个维度，整个宇宙其实是由极度微小的弦在振动所组成的，而且它足足有11维空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因为拖着沉重的肉体，被死死地困在3维空间，加上一条只能往前走的单向时间线里，我们的视线被局限了。我们就像是走在迷宫里的蚂蚁，只能看到眼前的死胡同，所以我们感到痛苦，感到绝望。但是它已经不一样了。当我们前面说到它离开肉体变成了纯粹的量子讯息时，这意味着它已经摆脱了3维空间的束缚，它的意识已经升维到了那个极其浩瀚的，甚至是11维的超高维度空间。在那个高维度的世界里，时间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一片可以随意俯瞰的风景。而在那里，所有的平行宇宙就像是一张摊开在他面前的巨大地图。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味着那个在高维度的他不仅看到了这个宇宙里你因为迟到5分钟而在病床前哭得撕心裂肺的模样，他同时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你紧紧握着他的手，陪他走到最后一刻的温暖画面。他看到了每一个平行宇宙里的你有多么努力地想要留住他，他看到了你在无数条分叉的时间线里对他付出过多少毫无保留的爱。在这个宇宙里，你错过了那一面，但在高维度的他看来，他早就在另一个时空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你掌心的温度，听到了你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我爱你。所有的遗憾在量子的高维视角里早就被无数个圆满给填补了，所以他根本没有在生你的气，他根本没有怪你没接电话，他也绝对没有怪你签下了那张让他提早解脱的放弃急救同意书。因为在他的全知视角里，所有的可能性都发生过了，而贯穿这无数个平行宇宙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你那份深深爱着他的心。这份爱在每一个时空里都完美地传递到了他的灵魂里。因此，我恳求你，当你听完这几分钟的科学真相后，放过自己吧，不要再被这个3维世界的执念给困住了。你不需要再为了那些来不及在深夜里惩罚自己，因为在宏大的量子剧本里，所有的眼泪与分别最终都导向了另一个时空的重逢与圆满。你的遗憾其实早就被它温柔地接住了。刚才我们谈了意识，谈了高维度的灵魂，也谈了平行宇宙里的那份圆满。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擦干了眼泪，心里那股长久以来压得你喘不过气的自责与遗憾终于慢慢释怀了。但是在这支影片的最后，我还要送给你一个属于物理学最极致也最催泪的终极浪漫。当我们把目光从遥远的11维空间收回到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平凡的3维世界时，你可能会看着相框里的他，看着那个已经被安置在灵骨塔里的小小骨灰圈，心里还是会泛起一阵酸楚。你会想，就算他的意识在高维度，但他那双曾经牵着我的手，那个总是能在冬天给我温暖的身体，是真的再也摸不到了。可是科学又要再一次颠覆你的悲伤了。
如果你还记得国中理化课教过的质量守恒定律，你就会知道，在这个宇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凭空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组成你以及组成那个离开的它的所有原子。其实早在几十亿年前，宇宙大爆炸和恒星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组成它肉体的每一个碳原子、氧原子、氢原子都曾经是天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当它在病床上呼出最后一口气，当它的身体在火化炉里化为一阵青烟时，你以为它消失了，但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根本不是这样。组成它身体的那些几万亿个原子，只是失去了原本的排列组合，它们自由了，它们重新回到了大自然巨大的循环里。有些原子随着风飘散，变成了台北冬日里落下的一场绵绵细雨；有些原子落进了泥土里，变成了你隔天中午买的那个排骨便当里最清甜的那口高丽菜；有些原子漂洋过海，变成了垦丁沙滩上拍打着礁石的白色海浪。最不可思议的是，当你走在街上，当你用力呼吸的时候，那些曾经属于它的氧原子就顺着你的呼吸道进入了你的肺部，融入了你的血液，最后变成了你身体里正在跳动的细胞的一部分。你听懂这份来自宇宙的浪漫了吗？它根本没有离开你，它只是觉得用原本那个衰老生病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再好好保护你了，所以他选择打散了自己，把自己揉碎在这整个大自然里。从今以后，当你在炎热的夏天骑着机车停等红灯，突然有一阵微风轻轻拂过你的脸颊，让你觉得一阵凉爽时，那就是他在摸摸你的脸。当你在工作上受到委屈，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掉眼泪，突然觉得窗外透进来的阳光很温暖时，那就是他正在隔着时空紧紧地拥抱你。他不再只局限于那100多公分的肉体里，他变成了风，变成了雨，变成了你吃下去的食物，变成了你每一次呼吸的空气。他用一整个世界的形式，换了一种更磅礴、更无微不至的方式，把你牢牢地包围在里面。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引力可以穿越时间，光线可以穿越空间，而能够同时穿越11维空间，穿越所有的平行宇宙，甚至穿越生与死这条鸿沟的唯一力量，就只有爱。因为你们之间有着最深刻的量子纠缠，所以这份爱就是整个宇宙里最强大的重力场。它超越了所有的物理法则，让你们无论在哪个时空、哪个维度，都注定会不断的产生共振，不断的重逢。现在看着荧幕的你，如果眼眶已经红了，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吧，没有关系的。在这支影片的面前，你不需要假装坚强。我很清楚，要彻底放下一个人有多难。我们在台湾这座充满人情味的小岛上长大，我们的牵绊太深，情感太重，每一次的离别都像是在身上割下一块肉。但是，请你一定要记得，今天我们谈过的这些科学真相。因为如果他的意识在高维度看着你，如果他的原子就散布在你的周围，他最希望看到的绝对不是你每天以泪洗面，活在深深的愧疚与懊悔之中。他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在头七那天化作飞蛾来看你，他跨越了维度的阻挡，硬是推了那对木块一把，给了你一个圣洁。他甚至把自己打散成无数个原子，变成空气来陪你呼吸。他做了这一切，只为了告诉你一件事：我已经不痛了，我在这边过得很好。所以在这个宇宙的你，也要替我连我的份一起，好好的勇敢的活下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微风和阳光。当你过得越好，你身上的量子频率就越强大，你在高维度的它接收到的讯号就越温暖。你的每一份快乐都会在量子纠缠的另一端化作它最欣慰的笑容。影片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极其思念却已经不在身边的人，我恳求你现在就滑到下方的留言区，把他的名字或者是你最想对他说的一句话写下来。不要觉得这只是普通的网络留言，当我们所有人的思念，这些带着极强能量的量子意识，
全部汇聚在这个留言区的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最强大的量子共振场。我相信，在某个高维度的空间里，那些我们深爱着的人，全都会在这个瞬间收到这份穿越时空的最美讯号。谢谢你看到这里，答应我，从今天起，带着他的那份爱，带着周围所有由他化作的微风与阳光，昂首阔步的在这个宇宙里继续写下属于你的美好结局。